角色太难演。为何？白鹿，他把夏凤华比作向日葵。近年来，白鹿凭借多部作品圈粉无数，然而在北上中，他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，饰演一个与以往角色截然不同的假小子夏凤华。这不仅是一次角色上的挑战，更是他作为演员的一次蜕变。他坦言，这部剧对他来说意义非凡，是他勇敢踏出舒适圈的重要一步。在采访中，白鹿透露，最初接到这个角色时，他既兴奋又忐忑。兴奋的是能够尝试从未涉足的角色类型，忐忑的是自己能否真正诠释好夏凤华的成长历程。他说，我想尝试不同的角色，不希望自己被定型。我想让观众看到，白鹿不仅仅是甜美可爱的形象，还可以是坚韧、不羁、有力量的。夏凤华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股坚定与执着的力量。她像向日葵一样，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，都能昂首向阳，始终不被黑暗吞噬。白鹿在塑造这个角色时，最打动她的是夏凤华那种无论如何都要向前走的信念。在剧中，夏凤华经历了许多波折，她的成长充满了坎坷。她可能没有别人优越的家庭条件，没有温室里的保护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安稳生活都是自己争取来的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依然拥有一颗赤子之心，从未对世界失去信任。这一点让白鹿深受触动。她说，有时候现实会让人变得冷漠和世故，可是夏凤华不一样，她始终保持着那份纯粹，哪怕受过伤害，依然愿意去爱，去付出。这种纯粹并不意味着她天真或者软弱，相反，她的世界观和处事方式都带着一股独特的力量。她敢于冲破束缚，敢于挑战命运，这份无畏让她成为故事里最耀眼的存在。白鹿表示，演绎这个角色的过程中，她也在不断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我们是不是常常被社会的条条框框束缚了？是不是总害怕失败，害怕别人怎么看？而夏凤华，她没有那么多顾虑，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洒脱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过彷徨和犹豫，害怕自己的努力不会有结果，害怕坚持的信念会被现实打碎。但夏凤华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，提醒着我们，只要心里有光，就能走出阴霾。或许我们无法像她那样洒脱，但至少可以学着不被生活压垮，学着像向日葵一样，始终朝着阳光生长。在北上中，白鹿的造型完全颠覆了以往观众对她的认知。这不仅仅是一次外形上的改变，更是她对角色塑造的一种全新尝试。短发、钢牙、黝黑的皮肤，这样的形象让人很难将她与曾经甜美可爱的荧幕形象联系在一起。然而，这样的造型突破，背后其实隐藏着更深层的心理挑战。白鹿坦言，刚开始看到自己的定妆照时，心里甚至有些不安，这还是自己吗？这样的形象，观众能接受吗？她甚至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被市场遗忘。但随着深入角色，她逐渐明白，真正的演员不该被外在形象所束缚，而是应该让观众相信她所塑造的每一个人物。她笑着回忆道，刚开始戴上钢牙套的时候，连说话都不太习惯，感觉嘴巴不受控制。而短发造型也让我一度感到陌生，好像真的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但正是这些不适应，让她更快地融入角色，让她真正成为了那个活在旧时代、无拘无束的夏凤华。更难的是，她需要在这副假小子外表之下，展现出女孩细腻的情感和坚韧的灵魂。这就意味着，她的表演不能只停留在外形的变化，而要让观众从眼神、语气，甚至是微小的动作中，感受到夏凤华的成长和蜕变。白鹿在这部剧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，她研究人物的成长轨迹，揣摩她的情感起伏，甚至在片场时刻保持着夏凤华的状态，力求让每一场戏都自然流畅，贴近生活。这样的经历也让白鹿对演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他感慨道，以前觉得演戏只是演戏，但这次让我意识到，真正的表演不仅仅是台词和情绪的表达，
而是让自己真正成为角色，甚至愿意为了角色去改变，去突破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或许也曾害怕改变，害怕走出熟悉的轨道。但正如白鹿所说，只有敢于突破，才能发现更广阔的世界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，不要害怕尝试，不要害怕变得不一样，真正的成长往往来自那些最不舒服的挑战。在成长的道路上，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挑战，或许是外在环境的压力，或许是内心的挣扎。而对于演员而言，突破自我是一个永恒的课题，既要面对外界的期待，也要直面内心的恐惧。在北上的拍摄过程中，白鹿经历了这种挑战，并在一次次磨砺中找到了更好的自己。拍摄这部剧时，他最害怕的不是繁重的工作，也不是体力上的疲惫，而是心理上的不确定性。他坦言，自己曾担心观众无法接受这个假小子形象，害怕自己无法准确地诠释出夏凤华的韧性与情感。但真正走进角色后，他发现挑战不仅仅是对演技的考验，更是对自我认知的重新塑造。在塑造夏凤华的过程中，白鹿不得不学会放下曾经的习惯和固有的表演模式。他开始观察身边的人，学习他们如何用最自然的方式表达情感，如何用眼神和肢体语言传递内心的情绪。这种深入角色的过程，让他的表演变得更加真实，也让他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他回忆道，在拍摄一场夏凤华与朋友决裂的戏时，导演要求他收起眼泪，用最克制的方式表达内心的痛苦。这对习惯用哭戏传递情绪的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但当他真正沉浸在角色中，感受夏凤华的隐忍和倔强时，他发现痛苦并不一定需要用泪水来宣泄，有时候一个眼神，一抹苦笑，反而能让观众更加揪心。除了演技上的磨砺，白鹿在这部剧中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面对压力和不安。他曾经是一个容易自我怀疑的人，总是担心自己的表现不够完美，担心观众的评价。但在这次拍摄过程中，他逐渐明白，真正的成长不是追求完美，而是在一次次尝试和失败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他说，人生的容错率真的很高，我们都应该给自己多一些耐心，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慢慢成长。就像夏凤华一样，哪怕跌倒了，也要拍拍身上的灰尘，继续向前走。这份对人生的顿悟，让他变得更加从容，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他开始学会享受每一次表演的过程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结果。他相信，只要自己不断尝试，不断突破，总有一天会遇到那个最好的自己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被迫去迎合别人的期待，害怕失败，害怕不被认可。但事实上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外界的眼光，而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。白鹿的经历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。他曾经也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人，渴望每一次演出都做到完美，害怕让观众失望。然而，当他真正走进北上这部剧，真正去体验夏凤华的世界时，他才意识到，人生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。每个人的成长轨迹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关键在于，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尝试，去探索，去接受那个并不完美的自己。也许你会失败，也许你会遇到质疑和否定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。成长的过程本就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关键在于，我们是否愿意坚持下去，是否愿意相信自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害怕的并不是失败本身，而是害怕失败后别人的眼光。但实际上，大多数时候，别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在意我们，他们更多的时候都在忙着关注自己的生活。因此，我们更应该放下那些无谓的焦虑，专注于自己的成长。白鹿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勇敢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即便害怕，也依然愿意迈出那一步。或许你现在仍然迷茫，仍然不确定未来的方向，但请相信，只要你愿意努力，只要你愿意突破，终有一天，你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。最后，感谢每一位读到这里的朋友，希望这篇文章能给你带来一些力量。
如果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或者正在经历突破自我的阶段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故事。让我们一起加油，在成长的路上相互鼓励，勇敢前行。